社长好，我是社长。今天是我大邱旅游最后一天，在这一天呢，我会和大家分享我大邱的住宿住得好还是不好，以及韩国的地铁该如何搭乘，还有我们是如何从大邱直接搭乘巴士到釜山的金海机场，以及在韩国要如何退税，以及海关的查验问题。如果你是接下来要去韩国旅游的朋友，绝对不能错过哦。我们这一次大邱的住宿呢是在 Agoda 订购的。其实大邱的住宿呢一直遇到很多的问题。我们一开始订购是另外一间房，然后我们是订购4个人，一直到快到时间的时候才发现，不知道为什么后台被更改为2个人。那我们后来呢就有跟他说，我们是4个人要去哦。他就说希望我们能够重新下单。那重新下单呢，它的价格就会变贵非常非常多。我们就觉得这个好像有点怪怪的，所以我们就要换另外一家住宿，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住宿。这家住宿的话呢，它上面是说可以4个人住，那看起来床也是很大。不过我们实际到现场呢，发现它的床其实真的非常的小，其实有叫大单床，2个人挤一张床呢是非常非常挤的，所以这一家住宿也觉得没有到这么的推荐。因此我也是比较推荐，如果要订房的话呢，尽量选择饭店的房间去订房，不要选择这种私人经营的，有时候会遇到蛮多的问题。接着想要跟你分享，在韩国要如何搭乘地铁。我们以釜山为例，当时呢，我们本来是吃一家猪肉汤饭，然后呢要搭地铁到海云台站，于是呢就在 Naver Map 上面搜寻，把它搜寻之后呢，它就会出现我们要先走到1号的入口进到地铁站，然后要搭乘地铁的2号线。于是呢，我们先找到1号的入口，然后进到地铁站。进到地铁站之后呢，上面就会说明先直走之后再左转才会是地铁的2号线。于是我们直走之后呢，有看到一个1号线的地铁，就不要管它，跟着指示呢找到地铁的2号线，也就是左转。左转之后呢，一直走就会看到地铁的2号线。另外呢，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，韩国的地铁呢跟台湾的捷运是不太一样的。在韩国，你的哪一个入口就代表你要搭乘哪一个方向的地铁。于是我们要走进地铁站之前，一定要先确认你的方向是正确的。像这次我们在 Naver Map 看到，他希望我们搭乘的是长山的方向，于是我们要先看一下这个是不是通往长山的方向。是的话呢，就可以直接刷卡进入地铁站咯。那进入地铁站呢，扣除的是 Worldpass 里面 T-Money 的钱。于是呢，你只要确定你的 Worldpass 卡里面 T-Money 的钱有储值成功的话，就可以直接进到地铁站。想知道要如何申办一张 Worldpass 卡，记得先去观看我釜山第4天的影片哦。出地铁站之后呢，它也会指引我们哪一个出口是离你的地点最近的。像我们这次需要去到海云台站，它就是显示5号出口，所以我们就直接跟着指示走到5号出口，就可以看到你要去的地点咯。在韩国搭乘地铁，不管是釜山还是大邱，搭乘的方式都是一样的，只要你能够下载好 Naver Map， 你其实就可以去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。另外在搭地铁的时候呢，它的指标也会跟着你的每一站去移动，你可以确保你搭乘的方向是正确的。接下来呢，如果你也是跟我们一样从釜山搭乘 KTX 来到大邱玩，你要回到釜山的金海机场去搭飞机的话，除了选择 KTX 搭乘到釜山再搭地铁，你也可以选择在大邱搭乘他们的韩国高速巴士直达釜山的金海机场。如果你是拖着行李的话，直接放在巴士，然后直接到达机场，其实是非常方便的。大邱的巴士站呢，购买的地方呢就在东大邱站的2号出口，所以我们就直接从2号出口走出去。直走呢，就会看到一个很明显的标示，写着巴士客运站，于是我们就走进去，直接购票就可以了。
进去之后呢，它就是在第3楼。那我们看到一个购票机器，本来打算是用购票机器去做购买的，可是操作到最后一步呢，才发现它的付款方式一定要用他们韩国本地的信用卡或是他们的 QR code 去做付款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付款，只好到他们的贩卖所去购票。而他们的贩卖所呢，也是在3楼，就是直直走就会看到一个贩卖所的标示。跟着标示一直直直走呢，就会看到一个很大的贩卖所。你只要跟他说你要出发的时间，还有地点，还有日期，他就会给你票，然后你直接用 World Pass 去做付款就可以了。这张票就会写得非常清楚，在11月24号9点40分，然后是在4号的站台发车。而我们当天呢，只要拖着行李箱慢慢走到它的4号站台，然后就可以直接去搭乘了。它的行李箱呢，就可以放在下面，直接搭乘就可以到达釜山的金海机场。上面也会显示你要入座的位置，像我这次是要入座5号，就找到5号直接入座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当天呢，它9点40发车，大概10点50分就到达了釜山的金海机场，其实真的蛮快的。像我们搭乘 KTX 呢，要40分钟，然后再转车转地铁，要拖着行李这样子走。我觉得如果你是来到大邱的话，其实你可以直接选择搭乘他们的高速巴士到釜山的金海机场，是比较方便的。像我们到釜山的金海机场呢，有遇到一个小插曲，就是我本来想要办韩国的快速通关，后来发现到办的地方呢，它只有在工作日才可以运行，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。那刚好11月24号呢是礼拜天，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去办理。那如果大家要办理快速通关的话，一定要记得在釜山的金海机场呢，他们只有平日才是可以办理的。之后如果有机会再和你分享如何申办韩国的快速通关。接着呢，来到韩国的机场，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呢，就是要来办理退税。那在釜山的金海机场呢，它唯一的退税机器呢，就在出口4号的旁边有2台的机器，所以那边通常都会排一排的人，非常的多。在韩国，只要单次消费满15000韩币，也就是340元台币左右，就可以办理退税。你可以在付款的时候跟店家说你要 tax free， 他就知道你要退税，然后呢，他就会给你一个信封，里面包含着一张退税单。退税单呢，大概是长成这样的，上面会有一个条码。到了4号出口旁边的机器之后呢，你只需要先选择繁体中文，然后选择全部同意，接下来扫你的护照。扫描完成之后呢，把那个条码逼到它这个框框里面。它如果显示的是一个叉叉，就代表你需要到后方的柜台去做申报。但如果选的是圈圈呢，你只需要点着右下方的确认就可以了。如果你的页面显示的是叉叉呢，你需要把你的画面截图，然后把你的收据以及购买的物品，还有你的护照出示给海关人员看。就在这台机器的正对面有一个海关的申报柜台。那如果你全部呢显示的都是圈圈呢，就只需要按右下角的扫描完毕即可。接着你要把机器上面选择圈圈的退税单呢，下面写上你的姓名，还有你的护照号码，以及你的国家、信箱，还有电话号码。接着呢，拿着这个退税单直接排队出境。出境之后呢，只要右转直直走，就会看到一个退税的柜台。你只要拿着你的退税单，还有护照，然后交给工作人员，跟他说你要换成韩币或是美金。像我选择的就是换成韩币现金，他就会把你的退税金额换成韩币，直接拿现金给你。这样你的退税流程就全部完成咯。最后呢，还有一个很重要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小知识想要跟大家分享。
像我当天我就买了一个猪肉汤饭的汤包，然后我上网查，有些人说可以入境台湾，有些人说不行。于是呢，我就问了一下我的航警朋友，他说其实如果我们不确定这个东西能不能入关的话呢，其实可以到6号转盘的旁边有一个检疫柜台，只要你的东西还没有过到海关的话呢，都是不会被罚钱的。你可以跟检疫柜台那边去咨询你这个东西能不能入境台湾，如果不行的话，可以当场丢弃，是不会罚钱的。像我那天呢，就拿到行李之后，就先把行李打开，然后拿着汤包去问了一下这个检疫柜台的工作人员，跟他确认我是否可以带这个东西入境。他说确定是可以的，于是我就可以很放心的拿着这个汤包过海关，不会被罚20万。因为现在有时候很多网络的资讯都比较复杂，有些人会说这个东西是可以入境的，有些人说不行。如果你真的不确定的话呢，可以到这个检疫柜台去咨询看看。这个有用的小知识就分享给你。最后也想跟你分享我这次釜山大邱9天自由行的总花费。这一次我们住宿是花了9580元，餐费7201元，交通费2000块钱，纪念品买了6059块钱，以及我们付了一次的缆车费是325元。这样的金额呢是25165元，再加上8405元的机票费，总费用是33570元。其实我觉得蛮便宜的，因为我整趟旅程呢真的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根本就没有再省，所以我觉得以这样的价格来说，我觉得非常的划算。最后我还收到了旅伴写的小卡片，是不是真的非常的可爱？长大之后已经好久没有收到卡片了，就是想要炫耀一下。下一集会和你分享我在韩国釜山大邱9天自由行的全攻略记录，喜欢在韩国自由行的朋友绝对不要错过哦。如果你想知道在韩国旅游最重要的 APP 该如何下载，记得先去观看我上一部的影片哦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